周丽虽然办事方法并不高明，但有一定的心机和城府。他的嚣张跋扈只针对背景和势力比自己低的人，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对付他的难度。周丽对教坊司的福香姑娘迷恋已久，逢着去教坊司一定要找福香姑娘，但屡屡在打茶为时落选。福香姑娘，那教坊司的花魁，王捕头说睡一晚这辈子就值了的美人。我原本觉得可以再玩一次驱虎吞狼，利用周丽与同窗的矛盾来制定计划，但那些同窗分量不够，而以周丽的谨慎，让他去惹层次更高的衙内，难度太大，几乎不可能实现。周丽去教坊司的次数极多，如果想套出更多情报，那位福香姑娘是个极好的突破口。辞旧，你别陷入思维误区。对付周丽，我们不可能有太复杂和精妙的计划，因为彼此间的差距太大。读书人最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算计人的时候会给自己增加难度，去思考布局的精妙，手段的高超，尤其是自视甚高且熟读兵法的许辞旧。大哥有什么高见？简单，越简单越好。真正没有痕迹的犯罪是激情杀人，涉及的人不要多。第二，事情不要太复杂。如果周丽与某位衙内起了冲突，而那位衙内的父辈又恰好能与周侍郎扳手腕，辞旧，你会怎么做？美人计，借刀杀人，瞒天过海，激将法。好了，别算计了。我们可以乔装，然后逮着机会直接暴揍那衙内一顿，然后扬长而去。宁燕这主意深得我心。就这么简单？简单不代表无效，更多时候留白反而有好处。最近我得罪什么人了？周丽，你他娘的王八蛋！而这种事，周丽肯定不会成，但这不重要，大家自由新政，反而矛盾激化了，如何？还不错。那大哥收到什么情报了？我打听到周侍郎的政敌是谁了。户部尚书。户部尚书，周侍郎的上级。难怪户部周侍郎要谋划税银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被头头穿小鞋，急需一笔巨额的银子来填补亏空。正是因为同在户部，所以户部尚书能逮住周侍郎的狐狸尾巴。宁燕，你是怎么知道这种事的？司天监的采薇姑娘告诉我的，而代价只是这小美人很好收买，这是优点。缺点就是她无心朝政，司天监也不插手朝政，因此知道的有限。这么看来，我们收集的信息还不足以制定出详细的计划。下一步怎么做？我建议去教坊司，从花魁福香那里打探消息。但这件事我肯定不行，我从不去烟花之地。我肯定也不能去，因为我还没踏入炼气境。看我干嘛？老子是会去教坊司的人吗？老子字都不认识，去了自讨没趣。大哥写的诗在教坊司极受欢迎。你大哥是个连勾栏都不去的老实人，让他去教坊司打探，别到时候陷在里面，事儿没办成，身子还被女人占了去。没错。徐二叔拒绝去教坊司，除了那里是文人地盘，不喜欢粗批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徐辞旧拒绝去教坊司，除了学子要注意名声和风评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许七安拒绝去教坊司，除了从不去勾栏听曲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社会性死亡。为了造福天下苍生，本宫已下令，大奉打更人从9月23日起开始加更，甚至会在国庆期间9月30日到10月5日连续6连更，重振大奉国威时机已到。各位学子准备好了吗？俺也会古代上装逼的妖媚，谁知努力做呼啸的流放，水眼不见了妖物来背锅，大风真奇妙，路到有分多少嘲笑，笑看九州市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，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流金所需，怪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
穿越梦，蛛丝马迹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拉风大跟人笑谈风景，有头有脸梦老的现实线，推理破谜穿警察也呈现，笑看江湖路轻松又自在，笑看九州是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寻找样能破案，警察穿越梦，蛛丝马迹寻。